是坐姿人里人气的大熊猫，正是南山竹海的幕后大佬华丽。因为华丽亲人不亲熊猫，新安亲熊猫不亲人，所以虽然新安拿捏奶爸很厉害，但是他还是有些害怕华丽的。新安脾气略微有点不好，整天小嘴嘟嘟囔囔骂奶爸。奶爸跟新安说话也都非常小心，生怕自己惹大小姐生气，但新安还是会变着法的拿捏奶爸，经常会强行加班不回家，把嘴瓢奶爸都快愁哭了。新安呐，回去喽！你看天都黑了，还不回去啊？华丽虽然可以拆家毁树凶新安，但是他脾气比较好，很多时候奶爸甚至都可以近身照顾他。奶爸说有时候新安凶了他，华丽还会帮自己凶回去。他可以每天可以凶我几次呀？怎么会凶我呢？我们华丽从来不凶人，对吧，宝贝儿？我们又不是新安，新安可能会凶我，但是华丽从来不凶啊。华丽新安凶我的话，华丽都会帮我凶回去的。俗话说儿女不和，多半是父母无德。华丽和新安如果吵架了，一般都是受奶爸挑拨的影响。这天嘴瓢奶爸为了讨好华丽，偷偷的拿了新安的笋给华丽吃，还不停的强调他有多爱华丽。我从新安那边薅过来给你吃的啊！奶爸说最爱你，那必须得做到，对不对？肯定是把最好吃的都给你吃啊！这可是特地从新安那边拿过来给你吃的，新安都没这个吃啊！奶爸最爱华丽了啊！然而镜头一转，奶爸又到新安那里去告状，给新安说是华丽偷了他的笋，还剩4根笋啊，是华丽偷的啊！我们等会儿去找华丽报仇啊！我们这是华丽偷你的笋啊！咱们华丽这是华丽干的啊！奶爸已经阻止了，但是阻止不了，对不对？华丽知道后也是气坏了，发誓要教训一下嘴瓢奶爸。于是他把自己的小姐妹喊过来，小声密谋着他们的计划。果然不出意外的，嘴瓢奶爸又加班了，这回是新安和华丽都收不回去了。这两猫一个比一个叛逆啊！给大家看了华丽了啊！我们再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新安，看我们那边的门开了啊，他往这儿一趴，他就是看着门他不进去。你看，新安也是啊，一个样子。我进去我得哭是吧？我得哭才能打动他们。华丽这回也让奶爸认清了现实，谁才是这南山竹海的山大王。熊猫辉宝到底能有多搞笑？因为他的内心戏太足，所以辉宝总能做出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天到了下班时间，瑞宝很听话的就跟着妈妈回去了，而走到门口的辉宝突然掉头就跑，这架势像是在说，想让我光君乖乖的回家根本不可能，必须得用请的才行。随后他爬上木架盯着门的方向，但看了好一会儿，压根就没有谁来找他，妈妈和姐姐没来，爷爷也没来。这一刻的辉宝好像有点失落，于是用了一种很炸裂的下木架方式来表达自己刷存在感失败后的心情，最后还是自己灰溜溜的跑回家了。除了爱刷存在感，辉宝把碰瓷也是玩得明明白白的。这天艾女士走向坐在斜坡上的辉宝，艾女士明明什么都没做，辉宝就自己滚下了山坡，给大家制造了一种妈妈推了他的假象。然而这一幕恰巧被一旁的江爷爷看到。嫁祸不成反被当众揭穿，此时的辉宝一脸的不高兴，内心 OS 还什么你都看见了，可显着你这个老头能了呗。除了碰瓷，辉宝还会搞偷袭。这天下班，辉宝竟然自己就乖乖的回去了，但事出反常必有妖，果不其然，在宋三岁推开门过来收瑞宝时，辉宝又悄摸摸的探出了脑袋。当确认宋三岁没有发现时，辉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上去，直接撞向宋三岁，看样子是把宋三岁吓得够呛。辉宝真的是一只戏超足的宝藏小熊。这坐姿霸气的大熊猫就是梅青玫瑰妃。玫瑰妃随随便便的一个动作就能彰显女王风范。如今已经22岁的玫瑰妃，本来已经退居2线开启养老生活，结果比自己小3岁的婷婷因为身体不太好，顶替了自己的退休名额，于是玫瑰妃就这样又被从山上请了下来。据说玫瑰妃下山的途中一直骂骂咧咧，不过这事儿搁谁都恼火。被退休返聘的玫瑰妃入住了小库有电动小火车的内场，七旬老太也是没见过这种洋玩意儿，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玩，于是就出现了特别搞笑的一幕。梅老太挪着屁股追小火车，估计她当时也纳闷，这餐桌长腿了，怎么还会自己跑来？也得亏小火车跑得不快，要不然玫瑰妃的屁股都要磨冒烟了吧。当然玫瑰妃还是有进步的，很快她就会用前掌撑在小火车上，后腿在地上追着跑，慢慢的她就开始有一条后腿也坐了上去，撇下一条腿在地上跑，直至现在可以完全坐在上面。看到玫瑰妃坐在小火车上依然很霸气，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贵气，好像她坐的是商务座一样。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小库，感觉小库就像是一个服务员。当然玫瑰妃在时，更多时候小火车是不运行的，
因为他就趴在车轨上睡觉，把小火车逼停，主打一个为园区省电。即便是如今已经22岁的玫瑰妃也依然美貌，很难想象她年轻时能有多好看。即便是如此貌美的村花国庆，大文奶爸也说她没遗传到梅青的颜值，而且梅青的恋爱史也很炸裂。当年14岁的梅青看上了比自己小7岁的申威，梅青和申威是属于梅青去倒追申威的，申威当时还是挺被动的，作为一个小男生，而且情窦初开。不过没办法啦，被梅青妈妈一直追着逼到墙角，那既然不能反抗，他就只能去享受，他就答应了。所以说姐姐就是姐姐，有的是力气和手段。后来他们就有了2个儿子和1个女儿，亲亲爱爱和小国庆。即便是时隔多年，每当饲养员在提起申威的名字，梅青都还是有反应。梅青，申威真的没想你啊。当大梁一直强调申威没想他时，梅青直接回了大梁一长串的骂骂咧咧。看来梅青对申威这个小鲜肉还是一直念念不忘呢。艾姐还是糯米团子的时候，奶妈这样说：二妹还是你乖妹妹，二妹还是你乖二妹，二妹很文静，二妹很文静，二妹。结果长大后的艾姐成为了虫洞最难收的猫猫。当外公尝试用胡萝卜引诱艾姐回家时，外公也就刚试探一下，艾姐就不玩了，转身就走，像是下了某种决心。艾姐内心 OS： 爱给，不给就拉倒，我于爱可不吃这套。也得亏是外公，要不然艾姐高低都得凹他一口再说。墩墩奶爸收艾姐，那是怎么劝都不好使。艾姐还趴在木架上抖着小脚丫，把墩墩奶爸都给气笑了。他叹着气转头的那一刻，真的又好笑又心酸。随后墩墩奶爸继续苦口婆心的劝说，艾姐也随之起身向前走去。正当墩墩奶爸以为艾姐会从前面的树桩上下来时，艾姐却爬上了更高的木架。墩墩奶爸见状也是彻底不玩了，转头走开的时候还差点把自己摔倒了。于是墩墩奶爸后来在收艾姐时，2个回合搞不定，就把果果往嘴里一塞，然后从背后直接抱起，甚至把刚才塞给艾姐的果果都甩飞了。李奶妈收艾姐那就更难了，她特别会拿捏李奶妈。每到收艾姐回家的环节，爱笑的李奶妈就再也笑不出来了，所以他俩也被网友叫做爱理不理组合。即便是在下雨天，李奶妈为了收于爱，也只能陪她一起在外面淋雨。月奶妈收艾姐也是不好使，这天重庆同样是下着雨，月奶妈3顾茅庐也请不回在木架上的2馆长，于是就有了特别有爱的一幕。月奶妈把自己的伞撑向了艾姐，这一幕真的有被温暖到。而奶成收2馆长就更绝了，因为大馆长和2馆长似乎不太和睦，所以艾姐喜欢追奶成，于是奶成干脆就把自己当饵来去钓艾姐，拿着一个红扫把来吸引她的注意。成功吸引艾姐开始追他时，他便撒腿就往内圈跑，艾姐就追着奶成回去了。但艾姐再厉害，也有能治得了她的饲养员庞奶爸，因为身材高大力气也很大，所以他很容易就能把艾姐控制住，因此艾姐打小就害怕他。当庞奶爸过来收他时，艾姐就只能乖乖的束手就擒，就算是紧张到小腿绷得溜直，也不敢反抗。看来艾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虫洞庞奶爸这句传言是真的呀。明红，不要忧伤啊！不是所有的熊都有媳妇儿，就你没有，他们也没有，他们也没有媳妇儿啊。对，哎，对他们也没有媳妇儿。你就拍奶爸疯了！我告诉他没有媳妇儿，你在这说你有，你走开。这个讨熊嫌的奶爸就是金虎的小白奶爸。明明金虎已经在奶妈的安慰下，心情逐渐由阴转晴，小白奶爸却对着他炫耀自己有老婆，这分明是直戳金虎的痛处啊！也正是因为金虎的奶爸们说话都欠欠的，所以金虎对待他们的态度和奶妈相比是截然不同的。这天阿丽奶爸又过来和金虎吵架，阿丽握着金虎的手，一直在那逗他。金虎也不甘示弱地进行回击，等到阿丽松开金虎的手，金虎立刻把手抽回来，一脸嫌弃的在那舔。哎，人还闻闻手，哎，那笑不过，嫌弃你。阿丽有时候还会威胁金虎，挠我啊！你还挠我？你挠他，我又没人挠我。但是金虎这方面一点都不带怕的。金虎内心 OS： 我什么身份？你敢饿我一顿试试看？而且每次阿丽来逗金虎，奶妈都会在一边给金虎帮腔。你都现在都晚上了，我晚饭都吃完了，拿午饭来吓唬我。你说阿丽，你给门开开，咱俩决斗。我不跟你决斗。金虎最后哼的这一声，真的能听出来金虎的嫌弃。阿丽还欺负金虎不会说话，只会用恩来回击他。于是阿丽就想了个损招，问金虎是不是喜欢他。你喜欢我啊？你是什么？你看你说的是喜欢吗？没戏能感觉。把金虎急得都恩出了杀气。还有一次是阿丽拿了个锤子放在金虎的圈舍前，给他一顿吹嘘，说是什么雷神之锤，威力无比，然后就一直在那念叨个不停。金虎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就伸手去拿锤子，打算给阿丽一锤子，让他赶紧闭嘴。把阿丽吓得赶紧把锤子拿走了。但阿丽奶爸虽然爱逗金虎，但也很爱他的好大儿。他亲手给金虎做了很多的玩具，有木马，也有纯手工自行车。也许这就是奶爸表达爱意的方式吧。只是奶爸的爱意在金虎这里很难活过3天，就被拆得稀碎了。没有的，气得艾女士都想把它回炉重造。这么看来，灰灰泪福不是说着玩的，两个都是不省心的废头子。看来只有小田瑞这个小棉袄是不漏风的。到时隔4年，双双和兰香再度重逢的画面，才知道他们之间的感情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深厚。这天是双双率先认出了隔壁的妈妈，一直趴在交流窗口看向正在吃串串的兰香。当时兰香也只是好奇的回头打量了一下隔壁这个偷看她的小孩，还是自顾自的吃着，并没有靠近。虽然平时的双双都很霸总气质，但她这次真的显得好乖。不知道双双等了多久，兰香才慢慢的走向了交流窗的方向。在母子俩对视的那一刻，他们应该就已经认出了对方。母子俩互相嗅闻着彼此的气味，也都在尽量的靠近。此刻他们或许在倾诉着对彼此的思念，可能是久别重逢太过激动。没过一会儿，双双便走开了，趴在交流窗旁边的草地上独自 emo。也不知道此刻的双总是不是在哭鼻涕，而兰香则是一直守在交流窗前。虫虫发现了哥哥的不对劲，跑过来让哥哥背背，但双双很显然并没有心情和弟弟打闹。虫虫见状便爬到木桥上独自玩耍了。而此刻的双双好像想到了什么，再次回到了交流窗口前，空出了他的右半边，还示意妈妈看向虫虫所在的方向。金虎，不要忧伤啊！不是所有的熊都有媳妇儿，就你没有，他们也没有，他们也没有媳妇儿啊。对，哎，对他们也没有媳妇儿。你就拍奶爸疯了！我告诉他没有媳妇儿，你在这说你有，你走开。这个讨熊嫌的奶爸就是金虎的小白奶爸。明明金虎已经在奶妈的安慰下，心情逐渐由阴转晴，小白奶爸却对着他炫耀自己有老婆，这分明是直戳金虎的痛处啊！也正是因为金虎的奶爸们说话都欠欠的，所以金虎对待他们的态度和奶妈相比是截然不同的。这天阿丽奶爸又过来和金虎吵架，阿丽握着金虎的手，一直在那逗他。金虎也不甘示弱的进行回击，等到阿丽松开金虎的手，金虎立刻把手抽回来，一脸嫌弃的在那舔。哎呀，还闻闻手，哎呀，笑不过，嫌弃你。阿丽有时候还会威胁金虎，挠我啊！你还挠我？你挠他，我又没人知道吗？但是金虎这方面一点都不带怕的。金虎内心 OS： 我什么身份？你敢饿我一顿试试看？而且每次阿丽来逗金虎，奶妈都会在一边给金虎帮腔。你到现在都晚上了，我晚饭都吃完了，拿午饭来吓唬我。你说阿丽，你给门开开，咱俩决斗。我不跟你决斗，金虎最后哼的这一声，真的能听出来金虎的嫌弃。阿丽还欺负金虎不会说话，只会用恩来回击他。于是阿丽就想了个损招，问金虎是不是喜欢他。你看你说的是喜欢吗？没戏能感觉。把金虎急得都恩出了杀气。还有一次是阿丽拿了个锤子放在金虎的圈舍前，给他一顿吹嘘，说是什么雷神之锤，威力无比，然后就一直在那念叨个不停。金虎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就伸手去拿锤子，打算给阿丽一锤子，让他赶紧闭嘴。把阿丽吓得赶紧把锤子拿走了。但阿丽奶爸虽然爱逗金虎，但也很爱他的好大儿。他亲手给金虎做了很多的玩具，有木马，也有纯手工自行车。也许这就是奶爸表达爱意的方式吧。只是奶爸的爱意在金虎这里很难活过3天，就被拆得稀碎了。没有的，气得艾女士都想把它回炉重造。这么看来，灰灰泪福不是说着玩的，两个都是不省心的废头子。看来只有小田瑞这个小棉袄是不漏风的。到时隔4年，双双和兰香再度重逢的画面，才知道他们之间的感情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深厚。这天是双双率先认出了隔壁的妈妈，一直趴在交流窗口看向正在吃串串的兰香。当时兰香也只是好奇的回头打量了一下隔壁这个偷看她的小孩，还是自顾自的吃着，并没有靠近。虽然平时的双双都很霸总气质，但她这次真的显得好乖。不知道双双等了多久，兰香才慢慢的走向了交流窗的方向。在母子俩对视的那一刻，他们应该就已经认出了对方。母子俩互相嗅闻着彼此的气味，也都在尽量的靠近。此刻他们或许在倾诉着对彼此的思念，可能是久别重逢太过激动。没过一会儿，双双便走开了，趴在交流窗旁边的草地上独自 emo。也不知道此刻的双总是不是在哭鼻涕，而兰香则是一直守在交流窗前。虫虫发现了哥哥的不对劲，跑过来让哥哥背背，但双双很显然并没有心情和弟弟打闹。虫虫见状便爬到木桥上独自玩耍了。而此刻的双双好像想到了什么，再次回到了交流窗口前，空出了他的右半边，还
还示意妈妈看向虫虫所在的方向，似乎是在告诉妈妈那个就是弟弟。他平时有些调皮和贪玩，看得出双双的情感真的非常细腻了。最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双双真的把虫虫带到窗口前，他们还打包了笋笋过来，一边吃一边坐着等妈妈。但遗憾的是，兰香这次没有赴约。不过来日方长，他们现在住在隔壁，总能再相见。然而像这种母子间的久别重逢，在虫洞也不是第一次上演了。嘉月月回到虫洞刚展出时，元芳就把他安排在二顺的隔壁。第一次看到二顺的嘉月月直接愣在了原地，他当时估计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时隔5、6年还能再次见到自己的妈妈。所以当二顺也认出他过来贴贴时，本来在树上玩耍的月月飞速下树，跑到二顺妈妈的面前，开心的手舞足蹈，感觉此刻他的喜悦都快溢出屏幕了。二顺坐在玻璃墙边吃饭，嘉月月也要坐在地面看着。平时母女俩也会坐在交流窗前，一聊就是好久。虫洞的这些暖心操作也是真的很圈粉。星到底背着大家还藏了多少宝贝？丝血仔一经展出，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大大的朵朵可以和秦岭的秦大朵一较高下了。而且小家伙虽然刚满1岁，这打包本领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只见丝血仔叼着一根比自己身高还要长2、3倍的竹子，摇头晃脑的往树上爬，看着身形肉眼可见的壮实。只是小家伙打包到树上也不吃，一直用嘴叼着，小舌头还一卷一卷的，真的害怕孩子的嘴累得慌。不过网友们看到小家伙打包竹子的这一幕，纷纷评论说像是孙悟空拿着他的金箍棒。而丝血仔之所以如此厉害，可能与他显赫的家世有关。他的妈妈丝雪是著名逃跑新娘白雪老祖的女儿，他的爸爸冰城是汪家和医保的儿子，是名副其实的双野2代。所以丝血仔的外婆、爷爷奶奶都是野生大熊猫。也正是因为妈妈丝雪和爸爸冰城的缘故，大家也叫他蜜雪冰城。如果蜜雪冰城这都不冲，那可真就太可惜了。丝雪因为吃的实在太胖，四肢又很短粗，被奶爸奶妈形容说是像一座山。而且即便现在已经18岁了，依旧是圆滚滚胖乎乎的，甚至比他刚满1岁的孩子丝血仔看着还要奶。而冰城因为血统优秀，长得又很帅气，被很多女熊的亲妈粉上门提亲，也因此被大家称为国民女婿。冰城还有一个独门绝技，那就是他会太空步。看他跳的这几下是不是很丝滑，小屁股也是扭得飞起。据说他总用这招取悦女熊。福宝在没展出前，冰城还住过他的隔壁，据说整天对着福宝咩咩叫，不知道他有没有给福宝跳上一段。丝血仔的哥哥姐姐也很优秀，他的哥哥雪宝雪大头，后肢力量特别强大，站立的时间可以长达半分钟以上，感觉只要吃的管够，他都能跟着奶爸绕场1周。他的姐姐映雪在2017年已经成功放归野外，所以丝血仔也注定是不平凡的存在。美奶妈一声呼唤，便主动交出崽来。小丫头到底有多信任美奶妈？那年小丫头临近生产，剧烈的阵痛让她蜷缩在角落，而看到如此难受的小丫头，美奶妈便不顾自身安危，近身照顾，用手抚摸着小丫头的肚子，帮她缓解疼痛。而小丫头则是轻轻地环抱住美奶妈胳膊，慢慢地依偎在上面，还会时不时地舔舐美奶妈。这一人一熊的相互信任真的太令人动容。当小丫头顺利产下2只幼崽后，即便已经满身疲惫，也会在母爱的驱使下，第一时间抱起孩子进行舔舐。而在一旁目睹这一切的美奶妈则是满眼心疼，轻轻地抚摸小丫头的脸颊，安抚她。刚生完宝宝的小丫头食欲不振，不思饮食，美奶妈就抱来新鲜的竹笋，细心地剥掉笋皮，一点一点喂她。俗话说真心换真心，小丫头从小便由美奶妈照顾，陪着她长大，如今又照顾她的孩子，他们彼此之间早已将对方视若家人。所以当别的饲养员还需要拿旺仔蜂蜜水来换幼崽时，美奶妈只需要一声呼唤，小丫头便会主动把幼崽送到奶妈面前。因为她心里明白美奶妈一定会像从前照顾她一样，照顾好她的孩子。而当看到前来换崽的不是美奶妈时，小丫头则会警觉起来，立刻抱起幼崽背对着奶妈，即便拿来蜂蜜水交换，她也会伸出手来进行婉拒。由此可见小丫头内心深处有多信任美奶妈，而美奶妈也会爱屋及乌，对小丫头的孩子多一份偏爱，会和别的奶妈争论不休，只为自家崽争一个最乖宝宝的头衔。你是最乖的，我们小新最乖，你是最乖的，小新最乖，最乖的，小新最乖，最乖的，我们小新最乖，你是最乖的，我们小新乖，他也不错啦，但是我们小新乖些，小新跟小儿长一模一样，乖。两位奶妈护短的样子可爱至极，果然都会觉得自家娃娃是最好的。看到是这样的一群可爱又默默奉献的人在照顾我们的国宝，真的心里满满欣慰又莫名感动。经验可以慢慢积累，但爱心真的是学不来的。
芒仔这2天真的都快把嘴笑歪了。芒小五被长安启源认养，却乐坏了芒仔，不仅笑眯眯的一口气炫光了认养仪式上的大蛋糕，还要和芒小五抢他四雄定制的小汽车。芒仔怕不是以为长安启源认养的是他吧？母子2雄最近每天都在上演抢夺跑车大战，因为跑车的空间有限，母子俩同时坐进去难免有些紧巴。但不到1岁的芒小五哪里是将近300斤的芒女士的对手，任凭小五怎么扑腾，芒仔都纹丝不动，气得小五张大嘴巴一口咬住芒仔的耳朵。芒仔还是笑眯眯的，像是在说：“小崽子，你咬到妈妈我呀，算是咬到棉花了哟。”随后芒仔一脚油门，车速飙起来，没有坐稳的小五挂在车窗外面摇摇欲坠。这母子俩这是上演了一波虫洞版的《速度与激情》啊！后来小五也学聪明了，他知道反正现在是不管怎么抢也抢不过妈妈，干脆躺在车前面谁也别想开。这架猪这孩子真的太活泼了，他精力旺盛的程度就像身上装了电动小马达一样，疯起来好像不知疲倦。因为他出外场时总是不停地跑来跑去，探索着这个对他来说充满新鲜的世界。但这可把直播追着他跑的大梁外公累坏了，气喘吁吁的想提前下播。哎呀，要下播的节奏了，我已经带不动他了。冇走啦，冇走啦，皇帝！果然带调皮的熊孩子是一件很耗费体力的事儿，但后来才知道，媚珠小年纪就会见人下菜碟了。青姐带她的时候，那叫一个温顺乖巧，一点都不像大家印象中淘气的假小子，俨然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好媚珠好乖哦，今天是一个乖小孩。乖不乖取决于谁带的，乖取决于谁带。媚珠一老师，谁会想到5个多月的媚珠就能把双标这个词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媚珠之所以会如此区别对待大梁，跟大梁的带娃方式也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是他真的很宠媚珠，另一方面是他会和媚珠一起疯，媚珠跑着追他，他就把毛巾盖到媚珠的头上，媚珠两眼一抹黑，气得他直接摔倒在地。这下媚珠就更生气了，于是扑腾着又摔了一下更重的。看得出此时的媚珠是想手锤大梁外公的。媚珠喜欢抱着小树苗玩，大梁就说媚珠是鲁智深。熊猫界的鲁智深马上就要出现了。媚珠喜欢翻窗口越狱，大梁也经常会引诱媚珠从小窗口翻出来。媚珠过来，帶你出街玩，帶你出街好唔好啊？快啲過來。久而久之，一人一熊之间也有了默契，只要大梁拍拍小窗口，媚珠就秒懂。现在媚珠翻窗的动作也十分娴熟，3两下就能成功了。但是看媚珠现在的体型，感觉这个密室逃脱限时体验卡也快到期了。现在全网都在期待媚珠卡在小窗口下不来的那天，估计那时的媚珠小小的脑袋里会装满大大的疑惑，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就过不去了。媚珠也喜欢和大梁外公玩，但小朋友难免会不知轻重，也曾把大梁外公的手咬破，但这都不影响他们在彼此心中那无法替代的位置。宽坐在小木床上惆怅啊，因为瑞宝辉宝今天又欺负老人了，一个不想出门，一个不想回家，永宽都快被整成人格分裂了。早上辉宝和爱宝一早就去室外了，而瑞宝这里可是又不想去，这已经连续2天了。卑微的永宽拿着胡萝卜蹲在瑞宝的面前，求着瑞宝去室外。瑞宝非但不去，甚至开始原地刨树，这是打算硬抢永宽手里的胡萝卜呀。永宽眼看瑞宝铁了心，不想去室外，也不再勉强。同时，永宽其实也习惯了瑞宝不想去室外。永宽远远地走去一旁，还在尝试用胡萝卜换瑞宝下来。这份拉扯也只能在保家上演了。保家成员和饲养员都彼此有着用不完的心眼子，谁也不会轻易被拿捏。眼看瑞宝还不下来，永宽开始第3次尝试，把胡萝卜插在竹子上，继续诱惑瑞宝。瑞宝想吃伸手去抓，但根本抓不住胡萝卜。这时瑞宝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开始尝试往下爬，但还没下到一半，瑞宝就不知道又想到了什么，重新又爬回了树上。现在已经分不清是永宽在跟瑞宝拉扯，还是瑞宝在跟永宽拉扯了。之前永宽常用的欲擒故纵，现在反被瑞宝玩得死死的。瑞宝只要不下去，永宽就会不断给自己投喂小零食。如果自己下去，这块大胡萝卜也一定会是自己的。如果自己既不下去，还能吃到大胡萝卜，这才是2全其美的事情。一会儿，永宽将胡萝卜插在了小亭子上，假装离开，偷偷观察瑞宝的情况。但永宽殊不知，令自己更头疼的还在后面。而此时的室外园区，辉宝正在小树上睡觉，爱宝正在树下吃竹子。爱宝吃完竹子，依旧和往常一样，不管辉宝直接回家。爱宝回去后，永宽的问题就来了，辉宝不想下来了。这跟瑞宝在室内相比更麻烦。因为瑞宝室内温度始终都是一样的，而室外的天气是随时在变的，永宽可不放心。于是永宽开始疯狂投喂辉宝，让辉宝吃了小零食后救下来。
但姐妹俩今天是一个性子，只吃白食不配合。老宋头都大了，又走去一旁拿来竹子，插在上面胡萝卜，然后继续诱惑辉宝。这个场景多少和刚才有点相似了。辉宝的表现也和瑞宝一样，根本不受其诱惑。永宽坐在小木床上望着辉宝，那叫一个惆怅。这坐在小亭子上的样子，令姨姨们感觉到了永宽的可怜又无助。蒙警官芒小五今天上任了，而且他还是有警号的正经编制，现场牌面给的也很足。金主爸爸也专门搞一辆车来帮小吴警官宣传。不得不说，小五这孩子是真争气。王女士今天又能跟着儿子吃大餐了。然而这一切好像冥冥之中早有定数。当时小五抓周选的就是编织龙，岂不正是编制的意思？外公把小五抱到了抓周现场，直接就放到了金饭碗边。但小五闻了闻，好像并不感兴趣。他又闻了闻编织龙以及旁边的红苹果，紧接着又闻了闻三馆长的官帽，最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编织龙。看来我们的小吴警官刚满1岁时就已经有了如此清晰的职业规划。有网友还调侃说，小五很适合做交警，毕竟他眼神劈叉，可以同时盯到2个路口。也有网友说，今天小五警官上任这么大的日子，怎么没有把小五的黑屁股洗一洗？据说外公一大早还真给他洗了。有游客都听到小五在内卷的叫声了，此处已经可以脑补出小五被搓澡搓到哇哇叫的场面了。估计这个青苔染的黑屁屁真的是洗不掉。小五警官今天上任后，可以先查一查芒女士，毕竟前一天这娘俩在自家大院飙车的时候，芒女士竟然作弊超了近道。她突然冒出来的那一刻，都把我们的小五警官吓坏了。果然我们小五警官还是输在了年龄小，心也没有妈妈多，而且芒女士还经常不服从管理，冲撞小五警官。但是小五最多也就只能口头警告一下芒女士，毕竟我们小五警官还是一个没有断奶的奶娃娃。把芒女士逮进去了，她饭都没得吃了。朕来袭不慌不忙，机智救下弟弟妹妹。喜淘淘的雄生经历到底能有多传奇？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突发8级地震，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卧龙基地的工作人员也乱作一团，但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纷纷冲回圈舍解救被困的熊猫。就在这生命的危急关头，喜淘淘带领一众弟弟妹妹第一时间冲出坍塌的围墙，来到了野外紧急避险。更厉害的是，等他意识到危险解除后，他又带着弟弟妹妹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基地。无法想象当时准备再次上山搜救的工作人员看到他们平安归来，内心能有多激动。也没人知道，在当时家园被毁、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喜淘淘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异于常雄的特质。喜淘淘是喜妹和玲玲的儿子，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就是大美熊思佳。淘淘从小就非常的活泼，是他们那一届的小霸王，经常带着妹妹一起欺负别的小熊。有记者过来采访，他也丝毫不怯声。刚才这个小家伙，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最调皮的。刚才吃完了东西去抢别人饭的，还有刚才这个欺负小朋友的就是他，就是你啦。可能正是因为他的小霸王特质，让他具有了超凡的领导能力，小伙伴们也都信服他，才能有他后来带着弟弟妹妹到野外紧急避险的传奇经历。因为喜淘淘比较淘气又爱玩，他还曾把刘娟奶妈扔进了水里。那是一个冬天，很冷，我也是穿的那个连体服，给他们扫他们的就是吃剩下的竹子，然后他就从后边直接把我给背起来了，然后一下把我给扔在那个水池里边。我当时又想笑又想哭啊！我说因为太冷了嘛，我不知道该干嘛。然后他还不顾你冷不冷，因为他不冷嘛，然后自己就跳下水来和你玩。哎，我的妈呀！我当时就觉得有没有搞错啊？喜淘淘现在生活在内蒙，成了会策马奔腾的草原王子。即便现在淘淘已经18岁了，他还一如既往的活泼，3两下就能爬上几米高的弹床，下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丝滑，稳稳地落在了弹床内。喜淘淘也是拆家小能手，饲养员怕他热，还专门给他定制了太阳伞。但一会儿的功夫，喜师傅就把他拆得稀巴烂。喜淘淘的隔壁住的是美心，下雪天2小只还会隔着围栏打雪仗。看喜淘淘拿着雪洒美心的样子，是不是人里人气的？也真不愧是3分钟就能让男人怒砸3000万的熊猫，这整活的业务能力绝对是首屈一指。这天，林岩把小粉桶推到木架边，准备踩着粉桶爬上木架，结果脚底一滑，林岩直接掉进了桶里。这会儿他的小肚腩起到关键作用了，正好卡在了屁股的位置。此时已经失去平衡的林岩也顺势倒在了地上。林岩本来想来一个鲤鱼打挺甩掉粉桶，结果自己的小肚腩卡得太紧，愣是没甩掉。不知道的还以为林岩这是在 cos 美熊鱼。后来林岩自己也觉得很尴尬，于是故意的打个哈欠做掩饰，然后顺势一脚踢飞了粉桶，整套动作干净又利落。然而这也不是胖岩第一次出现这种尴尬的场面了。
这天他本来正坐在绿色陀螺上宠粉，有些害羞的灵年想后仰一下，凹一个更帅的造型，结果却把自己摔了个倒栽葱。当时的灵年为了掩饰尴尬，就故意耍帅的把一条腿搭在了陀螺上，摆了一个自认为很酷的 ending。不得不说，现在的灵年多少是有点偶像包袱在身上的。小时候的灵年因为嘴筒子有点长，抽条漆也比较瘦，被大家笑称是车座子，还说当年栾洞的馆长去中心挑选熊猫时，是因为天黑看不清，才骑着个车座子就回来了。灵年得知后也很生气，暗暗发誓一定要把自己吃成圆脸熊。于是灵年很不挑食，每天吃完自己那份竹笋，还会吃掉麦麦剩下的笋屁屁，主打一个勤俭持家。有时候胖妍怕大家笑话他，就用大绿碗盖着脑袋吃。只是网友这评论确实有些扎心啊。于是在灵年的不懈努力下，他终于从一个瘦瘦的车座子吃成了一个胖胖的车座子。但车座子也有车座子的优势，灵年不仅可以一口塞下整个的苹果，他的打包能力也很强。即便现在灵年已经成为了栾洞的台柱子，他也一样的爱节约粮食，同样会主动承担麦麦剩下的笋屁屁。果然每一个迪拜式吃笋的熊猫背后，都有一个不挑食的兄弟替他兜底。